老公的小青梅和我同时受伤进医院，她火急火燎地赶来，冲医生喊道：先救他，他是珠宝设计师，手很重要，他们伤势都差不多，难道你们要毁了一个珠宝设计师的未来吗？说着不顾医生的迟疑，将他的小青梅推进手术室。可我才是他的妻子，我也是一名珠宝设计师啊。出院后，我第一时间提了离婚，成全他们。后来他亲手打断小青梅的双手，只为求我原谅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傅凌峰满脸担心，但他担心的人是萧若雪，不是我。手是钻心刺骨的疼，可此时此刻竟比不上心里的1/1000。爱了8年的老公，忽然我就不认识他了。我虚弱地喊他的名字，换来的是他不耐烦的一眼：叫什么？若雪这么痛苦，也不见你这样，你等等再做手术吧，反正死不了。说着，他不顾医生的迟疑，将人推进手术室，旋即无理取闹的先让医生为萧若雪做手术。医院不是只有一个医生能做手术，傅凌峰不过是因为太着急，以至于方寸大乱，才说出了这样的话，这样发自内心、残忍无比的话。我的心仿佛被狠狠捅了一刀，痛得我说不出话。其实傅凌峰说错了，我的伤比萧若雪严重多了。我和萧若雪虽然同是珠宝设计师，但并不在一家公司，只是所在的2家公司最近有合作，在设计理念方面，我们出现了分歧，便聚到了一起讨论。萧若雪用仪器打磨材料时，不小心被卷进机械挤压，若不是我及时帮她，导致自己的手也重伤了，恐怕她的手已经废了。傅凌峰哪里还有机会在这里对我疾言厉色？因为时间极短，萧若雪的手伤不算太严重，而我由于救人心切，不仅有挤压伤，还有割伤，肉眼可见的比她严重多了。我不知道傅凌峰是眼中只有萧若雪，还是刻意忽略了我，可无论是哪种情况，都不会改变这心如刀割的滋味。手术没有太久，出来后我没看见傅凌峰，我自嘲地笑了笑。此刻他应该守在萧若雪的身边吧。我的手虽然没废，但再也握不了画笔，操作不了仪器，这对我来说和废了没有区别。护士问我家属呢，我无法回答，因为我的老公正陪着另外一个女人。到了晚上，傅凌峰终于出现，他的眉宇间带着一丝倦怠。我问：你去哪了？答案我心知肚明，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多嘴问这一句，自取其辱。傅凌峰微微蹙眉，没好气道：我能去哪？当然是照顾若雪。我听说了，今天是你救了她，不过是在你公司出的事，本来也该你负责。还有工作上的事，你就听若雪的吧，她从国外回来不久，自然比你懂得多。工作，我这双手再也干不了珠宝设计了，何谈工作？萧若雪回国短短几个月，她对我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刚认识她的时候，她虽然冷淡高傲，却从来没有像这段时间这样冷言冷语，话中带刺，丝毫不顾及我的感受。我不明白她到底怎么了。萧若雪出国近10年，而且期间他们不曾联系过，一回国，他们便死灰复燃了吗？我的手废了，干不了珠宝设计了，工作我会辞了。我定定看着他，苦涩地说道。傅凌峰有些惊讶，随后平淡了下来：辞了就辞了吧，在家好好休养。闻言，我哑声道：你不说点什么吗？他一直知道珠宝设计是我梦想，我曾不止一次地提起过。况且我们的婚戒，他的首饰大多出自我的手。我有多喜欢珠宝设计，
显而易见。现在他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，就这么轻飘飘一句好好休养。傅凌风欲言又止，正想开口的时候，手机铃声响了。凌风，你去哪了？我的手又开始疼了。他瞬间满脸担心道：若雪，没事吧？我马上过来。电话挂断，我闭了闭眼睛，凉凉地问：傅凌风，你真的要走吗？傅凌风的眼底闪过一丝不忍，但很快消失不见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矫情？工作没了可以再找，摆出这副要死不活的模样是做什么？他顿了顿，解释道：我只是去看一下若雪，你没听见他说吗？伤口痛了，需要人陪。如果他没事的话，我马上就回来。难道我身边不需要人吗？我没忍住说道。往常我绝对不会这么和他说话，可现在我迫切地想要知道他对我是否还有感情，哪怕只有一点点，我都可以原谅他今天对萧若雪过分的关心和偏爱。可他只是不耐烦地说：你不是好好的吗？行了，别再说这些有的没的，我给你找个护工就是了，别再无理取闹了。我很忙，有很多话想说，可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似的，怎么也说不出。看傅凌风已经在帮我联系护工，我索性闭嘴，反正答案很明显了。傅凌风半点不在乎我，既然如此，何必再多费口舌？8年的挚爱，此刻竟然觉得十分陌生，心被深深刺痛了，痛得我呼吸都变得困难。还没等到护工来，傅凌风便迫不及待地往萧若雪那里赶。看着他急匆匆的背影，心中涌出无限的酸涩。我在心里问自己，这样的他还值得我爱吗？这样的婚姻还有必要继续下去吗？其实答应已经很明显了，只是事到如今，我还是没出息的不肯放手。近10年的感情，任谁也做不到说放下就放下。一直到出院，傅凌风都没有出现，连一个电话也没打。不过我倒是经常收到萧若雪的消息，她发来的照片和视频里，傅凌风温柔体贴的模样是我从来没见到过的。看着冷清的家里，我扯了扯嘴角，给他打了电话。那边足足过了几十秒才点了接听。苏小艺，你烦不烦啊？不是给你找了护工吗？打电话给我干嘛？我忙着呢。他的语气是不加掩饰的厌烦。是啊，他是忙着照顾萧若雪，忙着和她谈天说地，我都快分不清他是谁的老公，忙到连我出院了都没有发觉。我自嘲一笑，凌风，我们谈谈吧。傅凌风沉默片刻，沉声道：谈什么？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，别闹了，晚点我过来看你。话音落下，他直接挂掉了电话。听筒里传来一阵忙音，令我有几分恍惚。过了几分钟，手机收到一条消息，是萧若雪发来的录音。指尖在界面停留，直觉告诉这里面的内容不会是我想听到的，但犹豫了一会，我仍然选择点开了。是小文吧？凌风，你在我这里太久了，他该不高兴了。傅凌风冷笑道：他哪来的资格不高兴？当年要不是你不告而别，我不至于找一个替身。萧若雪叹了一口气：怪我，这么多年了，你原谅我了吧？反正你和他已经结婚了，就好好过日子。再说了，这次算起来还是他救了我。话落，傅凌风立刻反驳道：救你本来就是应该的，他的能力有你强吗？要是你不能干珠宝设计了，不知道是多大的损失。越听我的拳头捏得越紧，伤口隐隐作痛，我却没有丝毫的感觉，双眼死死盯着手机屏幕，是从来没有过的认真，仿佛这样就能找出这条录音是合成的可能。但我知道，这就是真的，确确实实是他们2个嘴里说出来的。萧若雪的语气带着无奈和宠溺的回道：哎，
我说你也真是的，说话温柔点，人都要丢了工作了。傅凌风哼笑道：切，我再怎么说话，他也不会生气的，何况我只会对你一个人温柔。录音到此结束，这场对我堪比凌迟的对话带来的痛却没有结束。傅凌风的每一句话对我来说都是一把锋利的刀子，精准地插在心口，刀刀见血。我不由得摸着胸口，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，身体也微微发抖。原来他一开始的主动靠近，经常看着我失神，最爱我画设计图时的样子都是有迹可循。原来他真的不爱我，我宁愿他是变心，也不想他把我当替身，这样就证明了他从始至终都没有爱过我。我的真心，我的爱意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笑话。思及此，我哭着哭着就笑了，眼泪却流个没完没了。我知道自己此刻的样子一定难看极了，可我心里清楚，哭完了笑完了，我和他之间也算是完了。这场闹剧是时候该结束了。晚上整理好情绪，我给傅凌风发了条短信，只有简短的3个字：离婚吧。毫无疑问，这条信息石沉大海，没有回复。不过我没有什么情绪起伏，只是平静地让律师把离婚协议拟好，等他回来便立刻可以签了。让我感到意外的是，傅凌风当晚就回来了。我刚买完菜回家，便看到他坐在沙发上，面色不愉。我惊讶了下，很快恢复了面无表情。还没来得及开口，他先冷声道：你发的那条信息是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我淡淡的回道。傅凌风像是气笑了，不以为意道：为什么？难道是因为我没陪你，你生气了？至于吗？苏小文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肚鸡肠了？曾经的大方不过是我装出来的。他对萧若雪不正常的关心和偏爱，快让我嫉妒疯了。可我爱他，包容他，选择相信他，他又是怎么做的呢？根本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，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我。但话说回来，我就是一个替身，他怎么可能会爱上替身呢？既然正主回来了，我主动退出，给自己留最后一点点的体面。我平淡地说道：我没有生气，离婚是我认真思考过的，我也不是在和你商量，就这样吧，好聚好散。离婚这事，我没觉得傅凌风会不同意，毕竟他等到了他心里的那个人，没道理再和我纠缠。况且他眼里的嫌弃快溢出来了。闻言，傅凌风愣了愣，有些不可置信：你是认真的？我点了点头，不置可否。他怔了片刻，皱眉道：苏小文，有意思吗？为这点小事，你在这和我闹，有病吧？我没空和你玩。若雪还在医院等我，我没想到她居然觉得我是在闹脾气。在她心里，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此时此刻，我的脸色也沉了下来，严肃道：离婚之后，你可以立刻回到萧若雪身边。傅凌风，我认真的和你说，我们离婚吧。见我不是在开玩笑，傅凌风的表情有一瞬间的慌乱，他讥讽道：好啊，你最好是认真，到时候可千万别后悔。如果你现在知道错了，好好给我道个歉，我不会怪你。闻言，我觉得有些好笑之余又有些悲凉。曾经的我爱的是有多卑微，以至于到了这个时候，他还能说出这些话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不发一言。此时无声胜有声，傅凌风的脸色愈发难看，沉默了好一会，他冷不丁地笑了一声，不屑道：好，好，苏小文，你长本事了，我同意离婚。呵，早看你不顺眼了，真当我舍不得你啊？话音未落，手机铃声打断了他。傅凌风看了眼，立刻点了接听，他的语气顿时温柔下来：若雪，怎么了？凌风，还没和小文说清楚吗？别让他误会了，我跟他说不清楚，
顿了顿，傅凌风转移了话题：“若雪，这时候打电话给我是出什么事了吗？”萧若雪轻笑道：“没有，我就是担心你，还有想你了。那我马上就回去。”当他接起电话的那一刻，我以为自己还会很难受，可此刻却毫无波澜，平静得如同一滩死水，再掀不起半分爱意。挂掉电话，傅凌风皱眉看我，眼神里面有说不尽的烦躁。他阴沉地说道：“手续找时间办吧，我现在没时间，等若雪痊愈之后再说吧。”我拧眉道：“不行，必须尽快。有些事既然决定了，还是速战速决的好，免得夜长梦多。你就这么着急？苏小文，你是不是有病？我说了没时间，若雪出了什么事，你负责吗？懒得和你废话。”说着，他似乎有些落荒而逃地出了家门。看着他近乎慌张的背影，我叹了一口气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便再等几天，反正这个婚是离定了。工作辞了后，我天天闲在家里，也尝试过拿起画笔，可惜没画几笔手就受不了，如此只能放弃。爸妈也打来电话问我的近况，为了不让二老担心，我只说了要离婚的事。他们文化水平不高，骨子里是不能接受离婚，但知道我过得不开心后，二话没说就同意了，并告诉我如果难过就回老家散散心。我和傅凌风之间说起来算是我高攀，他是高知家庭，家境优渥，从小到大要什么没有，而我能成为一名珠宝设计师，站在他的身边用了10来年，因此他的父母并不看好我，应该是很多人都不看好我们离婚，怕是皆大欢喜的事。深思熟虑了几天，我决定离婚之后便回老家陪陪父母，也让我能够静下心来想想以后的事。只是上次和傅凌风不欢而散后，他就再也没回家，也没联系我离婚的事。萧若雪的手有那么严重吗？至于在医院待那么久吗？当然没有，但我不会自作多情地认为是傅凌风在拖延时间，不愿意离婚，估计是贵人多忘事，且心上人在身边，自然记不起别的事。我不想再拖，立刻打了电话过去，接的人却不是他。萧若雪懒洋洋道：“是小文吧？凌风洗澡去了，现在不方便接电话，有什么事你和我说就行了。”如果是以前的我听到这话，肯定要难过疯了，可眼下我十分淡然，仿佛他说那个人不是我的老公，而是一个陌生人。我无所谓地说：“那你问问他，什么时候有时间一起把离婚手续办了。”话落，傅凌风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苏小文，你催什么？我又不是不跟你离，有必要专门打电话过来吗？你不会是后悔了吧？”我说了。没等他说完，我便不耐烦地打断道：“这都多久了？如果你还不跟我走流程，我会找律师。”那边静了片刻：“那你现在过来吧，我把地址发给你，直接去民政局不行吗？如果你想尽快，就先过来。”我颇为无语地答应了，虽然不理解他的做法，但只要能离婚，也就随他去了。傅凌风给的地址是他父母送他的房子，我唯一去的那次是领结婚证的那天，不过他应该已经忘记了，不然也不会发地址给我了。毕竟他说过，那里是他父母给他的底气，是他的私人空间，谁都不能随意进入。所以结婚8年，这个地方我只来过一次。当我在这里看到萧若雪时，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心情，但也仅此而已了。萧若雪嘴角挂着得意的笑，意味深长道：“小文，你来了，一会别激动，和凌风好好说，怎么就闹到离婚的地步呢？”傅凌风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冷笑道：“离就离呀，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”我耸了耸肩，满不在乎道：“本来就是来离婚的，
现在可以跟我去民政局了吧？”谁知他听到这话，火气更大了。苏小文，你到底发什么疯？不就是住院期间我没陪你在身边，这点小事你犯得着和我离婚吗？我和若雪从小一起长大，照顾她不应该吗？还是因为你不能继续珠宝设计的工作，这关我什么事？如果是因为这个，我可以帮你介绍专家医生治疗。萧若雪附和道：“是啊，小文，差不多得了。凌风就是我哥哥，我们之间可什么都没有啊，你别误会了。”话音落下，傅凌风蹙了蹙眉，没有说话。我觉得有些好笑，这是唱的哪一出？不紧不慢道：“你们怎么样和我没关系，没必要跟我解释。我是来离婚的。”说完了吗？说完就去办手续吧。傅凌风盯着我看了一会，咬牙道：“离婚了，你可别后悔。这个你可以放心，绝对不可能。”闻言，他的脸色一阵青白，很是难看。我却不懂了，离婚了，他们岂不是可以喜结连理，高高兴兴的在一起了吗？如今这副模样是想干什么？我摇了摇头，懒得再去想了。手续很快办完，熬过离婚冷静期30天后，我拿到了离婚证。捏着这个和结婚证一样大小的本子，我的心情无比雀跃。许是见我这样，傅凌风有些受伤，质问道：“你就这么高兴？不然呢？你为什么一定要和我离婚？”我淡淡道：“如果你当了8年的替身，应该也会做出和我一样的决定。”话音刚落，他的脸色瞬间惨白如纸。傅凌风慌张不已，忙问道：“是谁告诉你的？”我笑了笑：“你的心上人，萧若雪。”傅凌风恍然大悟，急切地说道：“所以这就是你要和我离婚的原因？”苏小文，你误会了。一开始我是把你，可是后来我绝没有这种想法，有没有都无所谓了，咱们好聚好散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傅凌风愣在原地，似乎是没有反应过来，只是口中还在喊我的名字。回老家的票早已经买好了，收拾完行李，我马不停蹄地赶去机场。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。经过几个小时的路程，我终于回到了生养我地方。妈妈为我准备了满汉全席一般的饭菜，爸爸在家门口等我，一股暖流在心里涌起，我发自内心的笑了。饭桌上，他们贴心的没有多问，欢欢喜喜的吃完了这顿饭。饭后与父母闲聊，正聊得开心的时候，手机铃声响了，是傅凌风打来的。我有些懊恼，竟然忘记将他的号码拉黑，我直接挂掉了。还没来得及拉黑，对方又打来了。怕父母担心，我起身与他们拉开距离，按下接听。小文，你去哪了？和你有关系吗？傅凌风颤声道。小文，对不起，我承认一开始是有把你当作若雪的想法，但是接触下来，我发现你和他根本不一样。至于那个录音，我是在和他开玩笑，不是我的真实想法。你别放在心上，我和萧若雪大吵了一架，不会再往来了，你可以放心。他噼里啪啦地说了一堆话，我只觉得烦，沉声道：“傅凌风，你实在没必要和我解释，我不在意。别忘了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以后不要再联系我了。”不要，小文，我知道你是在怪我没让医生先给你做手术，这件事是我不对，我太冲动了。我当时脑子里全是如果他的手出事了，设计界会失去一颗新星。傅凌风的声音越来越低，我却愈发想笑。我冷嗤道：“所以你做了一个自认为很正确的决定，现在跟我道歉是什么意思？”他卑微地说：“我做错了，对不起。看到首饰盒里你为我设计的那些珠宝，我后悔了。小文，你的才华不该被淹没，你是可惜没人再为你设计，不是可惜我的才华。”
傅凌风着急地喊道：“不是的，小文，我想了很多，想到从前你做设计时意气风发的样子，你在做自己设计的时候，眼睛是有光的。我知道你很喜欢珠宝设计，也知道你很有才华。小文，我带你去国外治疗吧。我咨询过了，如果好好治，还是有恢复的可能。”我浅浅笑了，只觉得很讽刺。他明白我对设计的热爱，却在我最失意的时候说出那些带刀子的话。不需要，傅凌风，我只需要你远离我的生活。言罢，我直接挂掉了电话，然后立刻拉黑号码。这个人，我再也不想见到，更不想再和他有一丝一毫的瓜葛。治疗，我当然也有想过，珠宝设计我不会放弃，那是我所热爱的事业。打算在陪父母一阵子后，我就会出国接受更好的治疗。至于傅凌风，我就当这几年的时光喂了狗。经过几天的相处，爸妈不是傻子，看我的状态也猜出了什么，但见我不说，他们也不问。我想了想，这算是大事，还是得和他们说说，便寻了个时间促膝长谈。听我说完，他们嘴上骂我傻，实际心疼的不行，对我出国治疗的事情也很支持。我紧紧抱住了父母，许多情绪涌上心头，更多的是幸福，也只有他们会心疼我了。不过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傅凌风居然找到了我老家来。当初他嫌弃我老家偏远穷酸，说什么也不愿意来，还是我父母大老远的跑到我们的城市。如今他肯纡尊降贵地踏步于此，我确实有点意外，但更多的是烦躁。为什么离婚了，他反倒穷追不舍了？父母知道我们的事后，对傅凌风没有什么好脸色，可他脸上挂着讨好的笑，无论如何冷脸，他都笑吟吟的，而且怎么赶也赶不走，脸皮厚的和城墙似的。俗话说，伸手不打笑脸人。况且我爸妈为人朴实，他这样反倒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了。就这么不尴不尬地共处一室，我皱紧了眉头，将他拉到门口，无语道：“你来干嘛？要我重复多少遍？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能不能别来烦我？”闻言，傅凌风露出一个苦涩的笑容：“小文，我说了，带你去国外治疗。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可我爱的人是你，我只希望你不要误会。我想你能恢复到从前那样，这怕是我今年听到过最好笑的笑话了。爱我，他的爱是伤害吗？那他的确是很爱我呢。”我厌恶地说道：“我没有生气，离婚是我不爱你了。我觉得这段婚姻没必要进行下去了，不是你认为的我在赌气。”傅凌风神色微变，眼底有着浓浓的伤心。他低声道：“你别这么说，小文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补救的机会，好不好？”我的耐心被消磨殆尽，厉声道：“不好！”傅凌风，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能不能别再来烦我了？更别来打扰我的父母。你跟我出国。”傅凌风咬牙切齿道。我被气笑了，见他油盐不进，索性不说话了。反正过几天他就受不了自己回去了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几天过去，傅凌风仍然没有要走的意思，反而天天煮饭做菜，家务活一手包揽。而他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少爷，活做的自然是一言难尽。看着桌上烧糊了的菜，傅凌风有些尴尬地说道：“小文，爸妈，我不太会，但你们放心，我可以学的。”爸妈的眼神在我们之间打转，然后叹了口气，离开了饭桌。傅凌风的表情变得很失落，挫败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是我太笨了。”向来骄傲，又是高学历、事业有成的他说这话倒是让人意外，毕竟没有什么能让他放在眼里。也就面对萧若雪，他才会温柔几分。我冷冷地道：“傅凌风，差不多得了，你可以离开这里了。”
傅凌风固执道：“不行，如果你不跟我出国，我就一直待在这里。他这样无非是见我担心会打扰到我的父母，最后会为了他们妥协。但我已经在心里盘算着让父母出去旅游，暂时离开家里，如此傅凌风不会再自讨没趣。只是我还没来得及与父母商量，就不得不跟傅凌风走了。傅凌风先执行了我的计划，把我父母弄去旅游了。旅游是他说的，到底是不是就不知道了。”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我一阵气血翻涌，怒气冲冲地质问他：“傅凌风，你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他们的电话打不通？你把我爸妈弄去哪里了？”傅凌风苦笑道：“爸妈没事，他们也想让你出国接受治疗，我不过撒了一个小小的谎。小文，你不肯原谅我没事，但你的手不能再拖了。”我捏了捏眉心，怒火中烧，呵斥道：“谁允许你替我决定了？傅凌风，你没病吧？我什么时候说不治了？只是不想再和你有关系罢了。算我求你了，离我的生活远一点。”闻言，傅凌风愣了愣，悲伤地问：“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”我拧眉道：“是，现在是讨厌。如果你再纠缠不休，打扰我和我爸妈，就是恨你了。”傅凌风神情呆滞，似乎是伤心到了极致。他缓慢地说道：“你放心，爸妈没事，你想恨就恨吧。小文，跟我出国吧，我真心的想你的手能恢复。如果你不愿意，可能要很久都联系不到爸妈了。”盯着他看了一会，见他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模样，我只能妥协道：“好，我跟你出国治。”如此，我们便先回了原来的家。他说要收拾些东西，到了才知道他要收拾的东西是什么，原来是我给他设计的那些珠宝。我讥讽道：“没有萧若雪设计的好，怎么不扔了？”傅凌风脸色白了白，反驳道：“不会扔的，你设计的就是最好的。”我冷冷地笑了，不再说话。铃铃铃，门铃声急促地响起。按门铃的人似乎有10万火急的大事。我去开门。傅凌风低落道。一开门，萧若雪激动地说道：“凌风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这段时间你去哪了？找不到你，我快急疯了。”他看到我，冲我挑衅地笑了，表情又迅速地转变为担心。我挑了挑眉，觉得有些好笑，来了看戏的兴致。傅凌风语气冷漠：“你来干嘛？”萧若雪怔了怔，神色有些尴尬。“凌风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联系不到你，我很担心。知道你回来，我第一时间就来找你了。我说的还不够清楚。”萧若雪，你让我感到恶心，立刻从我眼前消失，以后也别出现在我面前。傅凌风的声音全无温度，与从前那个对他温柔体贴的样子判若两人。萧若雪的表情十分难看，不怪他这个反应，连我都很惊讶。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傅凌风，好像是在分辨傅凌风说话的真假。过了片刻，萧若雪默然指着我，咬牙道：“你是为了他？苏小文哪点比得上我？现在他和废人有什么区别？一个珠宝设计师不能设计，太好笑了。傅凌风，你别傻了，我们才是最适合的。”话音落下，傅凌风直接打了他一巴掌，喝道：“你给我闭嘴！你有什么资格说他？要不是他，现在守废的就是你。我警告你，从我眼前消失，不然我会让你在设计界混不下去。”言罢，萧若雪闭上了嘴，恨恨地看了我一会，旋即不甘心地离开了。他走后，傅凌风有些忐忑，小心翼翼道：“小文，你别听他胡说，等你治好了，一定比他更厉害。”我懒得理他，随便点开手机里的一个小游戏，自顾自玩了起来。傅凌风眼圈顿时红了，哑声道：“小文，先休息一会儿，我处理点事情，过几天我们就去国外。”我没理他，
他痛苦地捂住脸，低声下气道：“小文，你别不理我，和我说说话吧，一句也行。”我没什么语气地说：“离我远点。”傅凌风失声痛哭，嘴里不停重复着对不起。我的内心毫无波澜，平静地玩着手机。从老家离开后，他就把我爸妈的行程给了我，我也成功联系上了他们，并叫他们到姑姑家玩几天。我都打点好了，姑姑的儿子是警察，有人民警察在，我多少能放心点。我准备找个时间自己出国，无论如何不可能和傅凌风再纠缠不清。趁傅凌风不在家的时候，我打算离开。不过还没来得及出门，就接到了警察的电话。原来是傅凌风雇人把萧若雪的手废了，而萧家人也不是好欺负的，立刻报警了。按理来说，他没愚蠢到直接把人手给废了的地步，据说是对萧若雪恨到失去理智了。傅萧两家都有钱有势，这是估计没那么能办下来。估计傅凌风要在里面待一段时间了。他多次提出想见我，可我都全部回绝了，并且在短时间内准备好了一切，迅速坐上飞往国外的飞机。后来我的手成功恢复了，成为大名鼎鼎的珠宝设计师。至于傅凌风和萧若雪的消息，我再没有听到，而我的记忆里，这两个人也逐渐被淡忘。往后余生，我只有幸福和快乐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